辛苦你了，还专门跑来广州一趟。你的事儿不辛苦。吴总怎么样了？已经转移到全身，熬不过几天了。不过这几天人还算清醒，在交代一些该交代的事情。妮可上飞机前告诉我了，他应该很快就到了。老胡应该对女儿有一些财产上的交代，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那你呢？作为前夫，他对我也算不薄了，也算有情有义。姐，老胡几个月前的那份遗嘱，他写的可是要把公司的股权都留给他和美元的儿子。我知道你对公司的感情。刚才在里面陪他聊了几个小时的创业往事，真是耐心都耗尽了。待会儿咱们回家再说吧。好。你狗不要脸的！你凭什么来？你凭什么来看我爸？妮可，我真是恭喜你啊！你的心愿就要达成了。你这些破心机、算计，可真是一点都没浪费。这里是医院，你爸还在病房里，给彼此都留点脸面吧。我原本有爸，有妈，我有完完整整一个家。是你来了之后，我们家才4分5裂。你一个舞蹈私教老师，利用我勾引我爸，伤害我妈，你配跟我谈什么脸面？看来这2年，你妈也没有好好管教你。再给我说一遍，我们家的事你有什么资格说？我爸他这样都是因为你。唐兰姐，妮可，刚下飞机，还没看你爸爸呢吧？抱歉啊，妮可年纪小，一时情绪失控。唐律师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各位安静点啊！吴总现在的身体呢，已经说不了太多的话了，大家还是先回吧，明天过来探望。医生，我坐了10几个小时飞机回来，能不能就进去看一眼？妮可，听医生安排，妈妈等你了啊。妈。我爸到底怎么样？不到万不得已、紧急的时候，我不会打电话让你飞回来的。他还说今年圣诞来英国陪我。你爸这2天一直都在念叨你，妮可，你只要记住，爸爸一直是爱你的，就可以了。阿姨，我爸的公司都要留给那个女人的儿子吗？这个胡总有他自己的安排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你是他的女儿，他不会不管你的。你的工作、生活他都有安排的。那些我妈也能安排，我妈养得起我，就是不甘心，不甘心被郑美元骗走那么多。阿姨，那你来广州是来帮我们的，对吗？这几天我都会陪着你们的。胡总知道这件事吗？
这一份新的亲子鉴定，除了我，你是第2个见到的人。可是胡总之前立遗嘱想要把持有的股权留给儿子的时候，曾经做过一份亲子鉴定。那一份是郑美元伪造的。这么说的话，美元的儿子没有资格享有继承权。那你应该把这个交给胡总啊。一念嗔心起，100万丈门开，老胡马上要走了，难道不应该让他离开的有尊严且没有遗憾吗？你说的对，郑美元跟他的孩子根本就没有资格得到股权。我希望你拿着这份新的亲子鉴定，去找他好好谈谈，让他放弃那些本就不该属于他的东西。姐，你恨美元了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毕竟这一切都是他郑美元造的孽。我只是保护老胡跟他的公司不要所托非人罢了。你觉得我能说服美元吗？当然，你是我的代理律师，我绝对相信你。康律，听说你们神君所那几个女律师可是名声在外啊，人美，业务能力还强，就是脾气不大好。玫瑰虽然艳丽，但你得先接受它带刺儿啊。带刺的玫瑰啊，很容易扎手啊。老陈主任给你留这一大摊子，不轻松啊。这位是？我们所的玫瑰。身体没事了都？我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，没事了。你今天一天都在休息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休息一下，好多了，我就该干嘛干嘛去了呗。至少应该跟我联系一下吧？你早上不是说没关系吗？是不是你说的？我今天出去是办一件很重要的事儿。你跟我出来出差，还有人比我重要？蓝湖集团的胡总，你应该知道的，他前妻兰姐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她对我像亲姐姐一样。眼下胡总不是要过世了吗？关于遗嘱和遗产分配的问题很复杂，他现在需要我。所以说这次你来广州，就是来处理这些私事儿。私事儿也是公事儿，他是我的客户，也是陈君所的客户。好，那具体来说说，怎么复杂了？那就私事儿了。我一直以为上次我们聊过以后，我们已经是盟友了，甚至康主任说是就是呗。哎，再给我来一个冰桶，谢谢。谢谢。我累了，康主任先喝啊。我没惹你吧？跟你没关系，累了。明天如果有空，跟我一起去见委托人，具体情况我整理一下，晚点发给你。
你是不是忘记跟我说对不起了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的当事人希望你能主动放弃火药组继承公司的股权，作为补偿，你可以提出你经济上的诉求。凭什么？这份所谓的亲子鉴定书你们是怎么搞到的？我只能告诉你，这份鉴定书的结果是真实的，我相信你也清楚。所以说，这一切都是你们搞的鬼。郑女士，这个话是指什么呢？唐律师，当初老胡和他前妻离婚，是你帮他拿到了老胡的1半股权，还有很多房产。看来从那时候开始，你们就有所安排，处心积虑弄到这份弄虚作假的亲子鉴定书来污蔑我，要把我扫地出门。你们律师的手段还真是下作。郑律师，我希望你能注意自己的言辞。你这种毫无证据的指责可能会涉嫌诽谤，是不是诽谤，你们心里清楚。所以郑女士确信胡耀总就是胡总的亲生儿子？当然，我之前就做过亲子鉴定，所以老胡才会立遗嘱把股权留给他的儿子。明白。那我觉得我需要提醒您啊，亲子鉴定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，同样，如果伪造的话，是犯罪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我的这份鉴定书是伪造的了？我没有这样说，但我会去查真相。郑律师，我希望你能清楚，如果最后查出胡耀祖不是胡总的儿子，不只是对你和孩子，对胡总，对蓝湖集团都会造成不可逆的影响。我相信没人会希望这样的结果发生吧？那就请便吧，告诉姓蓝的，他的这份鉴定书我不认。别说什么为了公司，为了老胡，到头来他不过也是处心积虑图谋老胡的财产，而你们就是他的帮凶，一起算计，把我们母子往绝路上逼的帮凶。郑律师，别激动啊，别激动，我们其实过来就是传达一下委托人的意愿而已。没关系，你再思考一下，我们随时联系，好吗？我们先走吧。走吧。再见。你认为这一切会是兰姐一手策划的吗？我今天只是听了美元的一面之词，至于兰姐，我不了解，你应该很了解啊，那是你朋友。但是有一点我很好奇，美元都做过一次亲子鉴定了，为什么兰姐还要再做第2次呢？她为什么一定怀疑这孩子不是胡总的呢？我也有这种感觉，好像这一切兰姐早就知道了一样，所以我才会认为她手里的那份亲子鉴定书一定是真的。美元今天的状态你也看到了，很笃定，很有可能她手里那份也是真的。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？美元送检的时候调换了手里的 DNA 样本，所以这个 DNA 它根本就不是胡总的。有这可能，但是同样，兰姐也可以这么做。不会的，兰姐不会在这个时候冒这么大的风险去伪造一份鉴定书的，除非她早就预见了另外一种可能。什么？假如美元说的是真话，兰姐趁胡总病危的时候拿出这份新的亲子鉴定书，想逼美元去放弃继承股权。再或者，兰姐是想趁这个时候以低价买入股权，加上她手里原本持有的，那么她将会是蓝湖集团最大的股东。所以我要不要提醒你一下，我们是兰姐的委托人，你这么想对她不利。与其坚定立场，我更想知道真相。真相？真相就是我们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
这个兰姐一开始就知道孩子不是胡总的，而且很有可能她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。这就是我认为的真相。嫂子，嫂子，维安，你怎么来了？严斌，这些天的折腾，你都受了。解锁。啊？解锁。给我。维安。那个孩子根本不是你的，他姓胡。美元都做过一次亲子鉴定了，为什么兰姐还要再做第二次呢？她为什么一定怀疑这孩子不是胡总的呢？假如美元说的是真话，兰姐趁胡总病危的时候拿出这份新的亲子鉴定书，想逼美元去放弃继承股权；再或者，她想趁这个时候以低价买入股权，加上她手里原本持有的，那么她将会是蓝湖集团最大的股东。所以，这个兰姐一开始就知道孩子不是胡总的，而且很有可能她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。毕竟这一切都是他郑美元造的孽。你觉得我能说服美元吗？你是我的代理律师，我绝对相信你。唐律师，明天上午10点，云栖庄包间，我们再谈谈。都是蓝总，是蓝总让我这么做的。我输了钱，我欠了高利贷，我实在逼得走投无路了。是蓝总说，只要我听他的，他就帮我摆平一切。事成之后还给我80万，80万。昨天我确实有些激动，但我想任何人站在我的角度都很难冷静。我只是不明白，我和老胡是真心相爱，我只是想为我爱的人生一个孩子，为什么会遭到如此恶意的算计？严斌的话还不能作为确实的有效证据，事实是否像录音中所说的那样，我会向我的委托人求证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他做的这一切
也完全不知情。那我倒想问问你，做了他这么多年的代理律师，你真的了解他吗？郑律师，这段录音就算是属实的话，那它也同样证明了你和严彬婚内出轨的事实，这对你不利。我出轨，我承认。但你们说孩子是我和严彬的，我不认。我再说一次，胡耀祖是老胡的亲生儿子。我并不想拿这段录音来证明什么，但你们应该比我清楚。如果严彬说的都是真的，那姓蓝的是不是也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？设局算计，谋取利益，这是不是也算犯罪？昨天你们传达了蓝总的诉求，我想应该没有变化吧。那么今天我正式回答你们，我不接受他的条件。老胡的遗嘱明确写着，会把公司所有股权全部交给耀祖继承，并在他成年之前由我来代持，这是我们应得的。如果他想要，价格应该由我来开。胡总虽然立了遗嘱，但是遗嘱目前并未生效，也就是说，遗嘱中注明的所有资产目前还是胡总的，所以他依然拥有决定这些资产的最终归属权。如果你不认可兰姐的亲子鉴定，可以去找有关部门核准；如果你还不认可，我们也可以在双方的见证下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可是，如果等到第3次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之后，也许那个时候我们只能法庭上见了。那就没得谈了。美元提供的那个录音，虽然是被剪辑过的，但听上去不像假话。我知道你现在很纠结，作为律师，你要站在兰姐的立场，但是作为女人呢，你又很同情那个孩子的遭遇。女人，你觉得自己很了解女人吗，康主任？我在想什么，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。你要是真的想帮我的话，你就帮我想想，怎么才能说服美元，让他放弃继承股权。你现在要说服的不是美元，是要说服你自己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兰姐的代理律师，你又是她的好朋友，而且你又知道从一开始兰姐就计划好了一切来算计美元，那为什么你依然还要坚持她提出来那些条件呢？除非你是觉得我也参与其中，我也参与算计了美元，是吗？哎呀，停车！我知道，你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，我也从来没标榜过自己是一个好人。你可以质疑我的人品，但请你不要质疑我的专业和底线。这种卑鄙的事我干不出来。暴脾气。姐，来了。胡总情况怎么样了？这2天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。妮可在里面陪他爸呢。毕竟是亲生父女啊，血缘至亲，谁也割不断。美元和孩子的事儿，我们聊聊吧。
我的条件，他不答应。姐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是瞒着我的？当年我跟老胡创办蓝湖，多少人眼红，明里暗里的使绊子跟我们作对。有一次资金链断裂出了问题，欠了施工方很多钱。那些人扬言要挑了老胡的脚筋，是我一家一家求人借钱。当时你妈带我找了你外公，帮忙解决了困难。莹莹，你们家的恩，我记一辈子。后来，公司走上了正轨，可Nico又生病了。老胡呢，就让我回家带孩子，他自己一个人管公司。他胡家那些兄弟姐妹，一个个不学无术，却都挤进公司要谋个职位。老胡这个人也心软，都给了他们股份。可是他们在背后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以为瞒得了我？再后来，又出现了一个什么郑美元，当然，他也不是第一个了。这家公司有我半辈子的心血和付出，让我拱手交给那些人，怎么可能甘心？美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他手里有严彬的录音，对你很不利，而且他也不承认那份亲子鉴定书是他伪造的。姐，于公，我是你的律师，跟本案无关的或者一些对你不利的信息，你可以不告诉我，你甚至可以换一个你真正相信的律师。但是于私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亲近的人。作为妹妹，我希望你能告诉我真相，我才知道该怎么帮你。如果他不接受谈判条件，那就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趁老胡还活着。喂，美元报警，说孩子丢了。昨天刚好咱们去过他们店，警察要求咱们去配合调查。你还好吗？你怎么了？你信我吗？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，啊，我相信你。那我不解释了，我为我那天的行为先跟你道个歉，郑重其事的跟你道个歉。但现在咱们不说这个，啊，人鸡悬梁，狗急跳墙，美元已经走到死胡同了。我现在怀疑美元的孩子就是他故意藏起来的。这只是一个猜测，需要证据。孩子失踪这件事儿，最大的获利者就是他。
可如果孩子一旦出什么事儿，或者消失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无法推卸的责任。还是需要证据。警察比我们的经验丰富，他们会有更专业的推断。一会儿配合调查，你先不用说你的猜测，以免影响警察的判断。我们是蓝女士的代理律师，昨天也是受蓝女士的委托，去胡总家和他的妻子郑女士去谈遗产继承的相关条款。当时你们去的时候，有没有与郑女士发生冲突？没有。那么当时有看到孩子吗？看到了，孩子就在旁边。后来因为哭闹，旁边有一个保姆，她去照顾。哎，警察同志，这个孩子失踪一定和他的母亲郑美媛有关。我建议调查郑美媛所有的社会关系，一定有线索。哦，他还有个司机叫严斌，要查他要快。党里怎么办？如何办？人家有安排，好吗？你先坐下。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这没时间了啊，警察同志，这根本就不是一起普通的儿童失踪案，这个案子背后的情况非常复杂。我现在怀疑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郑美媛故意把孩子藏起来的。你怀疑的依据是什么？你知道孩子是在哪里失踪的吗？不是，不管这个孩子在哪儿失踪的，这个郑美媛她一定知道情况的。你相信我，如果不尽快找到这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可能会有危险的。几个月大的孩子不会说话又不会走路，如果有人呢刻意藏匿，寻找起来是非常困难的。况且啊，报案人说孩子是在广场失踪的，我们正在排查监控，需要时间啊。不是，我说了这么多，为什么不能直接调查郑美媛呢？她一定知情的呀。你和孩子是什么关系？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他是律师，孩子是一个朋友的孩子。不是，警察同志，不管这个孩子是谁的孩子，他都是一个毫无民事行为能力、任人摆布的孩子。他的意思就是时间拖得越久，孩子可能就越危险。一旦出了什么事儿的话，可能就是无论是出于社会舆论还是自己的良心，这个后果都承担不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一定尽力寻找。是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，我们先走啊。好，随时保持联系。好嘞。你在干什么？刚才，能不能冷静一点？我跟你说，不是只有你想的那一种可能，懂吗？比如说，他的亲生父亲觉得事情败露了，把孩子给接走了，有没有这可能？再或者，真的很不幸，被那些拐卖儿童的给盯上了，有没有这可能？你说的对，我们需要的是证据。所以，只要郑美媛开口，就会有转机。不是，郑美媛她怎么可能开口啊？老胡的时间不多了，他现在只需要把孩子藏起来一段时间，等老胡一过世，他就能继承股权了。就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谈判，把他逼上绝路的。如果他真的想用这个孩子换取他最大的利益，他甚至……当然，我不愿意这么恶毒的去假设一个母亲，但如果这种可能他真的发生了，怎么办？你不要用你的个人情感来做这么最坏的一种猜测，好吗？唐莹莹律师，你向来都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刚好这次是个考验。给我去找他。找谁？找郑美媛。找谁？你找他有用吗？你在他那碰的钉子还不够多吗？我去。你去，你去，他就开口了，他就能告诉你实情了。我与其在这儿跟你说风凉话，我不如去说一些能改变他的话。你站住！我去找兰姐。好啊，如果他那边有任何妥协，你就随时联系我。你那边有任何情况也要告诉我。希望这次能让我见识到康主任真正的实力，也希望他们的人性能接受得住这次考验吧。好啊，考验吧。医生怎么了？啊，怎么了？医生，怎么了？现在什么情况？哎，这边请。唐律师呢？他在忙着找你的孩子呢。妮可，你在这等消息，我跟唐阿姨聊几句。
胡总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在里面抢救呢，生死难测。姐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假设，假设美元和别人生孩子这件事情是你一手安排的，然后那份伪造的亲子鉴定书也是你安排的，整个局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在胡总去世之后，成为蓝湖集团最大的股东，所以你从始至终的目的就只是公司。爷爷，你好像是我请来的代理律师吧？所以我现在是站在你的立场上来替你假设的。我还有另外一个假设，假设美元的孩子消失不见了，那么你手里的那份亲子鉴定就是一张废纸，但是美元的手里呢，却有一张能证明胡耀祖就是胡总亲生儿子的鉴定证书。因为孩子的消失，你现在无法证伪，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筹码跟美元谈？刚刚过去这段时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的第二个假设发生了，美元已经报警，孩子不见了。兰姐到底给了你们多少钱，让你们为了她这么卖命？郑女士，方法用错了。什么意思？首先啊，报假案，警方会处以5至10日的拘留并处罚款。至于伪造亲子鉴定书、骗取财产继承权，这个可就更严重了。随便你怎么说，现在孩子不见是事实。你见过真正丢了孩子的母亲是什么样？他们会像疯子一样在大街小巷四处寻找，生怕自己错过了自己的孩子。没有一个坐在家里面在这儿等消息的，没有，我没见过。我也找了，累了，天黑了才回家休息。如果你是代表兰姐来跟我谈判的话，也可以。3个亿，就是我开出的条件。我怀疑美元的孩子是被他故意藏起来的，所以姐，只要你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孩子的一切真相全都告诉警方，那么警方就会把调查的方向转向郑美元。我相信这对于尽快找到孩子会有很大帮助的。孩子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那是你的骨肉啊。你有没有替他想过，有一天孩子长大成人了，结果知道从自己一出生就被算计利用，他会怎么想？好，我们不说以后，我们就说现在，这么小的一个婴儿，吃喝拉撒，哭闹喊叫，这是婴儿的常态吧？我不管你给他放在哪儿，放在任何一个人家里，凭空多了这么一个孩子，邻里邻居的会不会问一下啊？会不会报警啊？那在他旁边的人会不会因为害怕，这个时候不让孩子出声，拿手去捂孩子的嘴啊？有没有可能？孩子一出生是不是就跟着你？还有那个阿姨，现在在孩子身边的是谁啊？陌生人，孩子会不会害怕？会不会哭得撕心裂肺要找妈妈？旁边人会怎么对他？会不会更用力捂住他的嘴？你要知道，一个成年人的力量对抗一个婴儿，这是有窒息的风险。不是你认识的人就一定可靠。姐，胡总现在情况危急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趁最坏的结果还没有发生，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改变。给我点时间，我要想想。3分钟，我等你。远亲、同乡、严逼给你介绍的人，你相信他吗？是花钱雇的人吧？如果他知道这孩子是胡总的儿子，会不会再勒索你，要更高的价码？如果有别人出的价更高，把这孩子直接卖掉，有没有这可能？我告诉你，我2年前
经手办过一个拐卖儿童案，刚满2周岁的一个小男孩，父母的疏忽，被铜像拐走了。父母着急，四处寻找，那个铜像慌了，控制不住那孩子，哭闹喊叫，一害怕把孩子顺手就扔到路边了。你知道，当警察找到那个孩子的时候，那孩子的尸体就漂在旁边的河塘上。你别说了，你的一念之差，很有可能就是你孩子的生死一线。你是他的妈妈，他的命在你手里，懂吗？何娜演变的铜像，他把孩子带到郊区了。哎，姓名、地址、电话。站在人海的中央，无从抓住的过往，记忆在循环，心却空旷。寂静着，从夜晚数到天亮，走入人海里流浪，心在潮汐里安放。记忆的海洋倒映出心房，深的夜就不会无法抵抗。听见风的独白，它是云上的尘埃，雨在冲刷我给的信赖，伤害不该逍遥法外。听听风的独白，别让心燃尘埃，拧干了你潮湿的存在，别连带着伤害。在天空之外。我在人海里跌倒，为这场关系松了绑。记忆的海港不再喧嚷，黑夜等待破晓，拥抱日光。听听风的独白，它是云上的尘埃，雨在冲刷我给的信赖，伤害不该逍遥法外。听听风的独白，别让心燃尘埃，拧干了你潮湿的存在，原谅